有朋友问我是不是还在槟城，怎么视频更新这么慢？我们当然还在槟城啦，只是最近生活上没什么特别想分享的内容。不过今天要带大家去看一个本地人很喜欢的新楼盘，顺便聊几句最近槟城的生活变化。比如物价确实在涨，连原本政府补贴封顶 2.05 令吉的95号汽油，对外国人现在也涨到了 2.6 令吉。不过马来西亚本地人依然能享受 1.99 令吉的油价，比原先还低，不得不说真的很幸福。其实这样的调整早就有迹可循，现在靴子落地，对我们外国人来说也还算合理。环顾全球，这个油价仍然算实惠。大体上，马来西亚的生活成本依然让人觉得舒服。好啦，话不多说，现在我们就和仙人一起去看看这个新楼盘吧。现在镜头里一路经过的区域，其实都属于丹绒无雅。不知道大家对丹绒无雅的位置还有没有印象？我们之前在区域分析的时候提过，它就夹在丹绒道光和巴都丁屿之间。我们以前住的 Tamarin 公寓其实就在丹绒道光那边。虽然丹绒无雅和丹绒道光是紧挨着的，但两个区域的感觉还是蛮不一样的。丹绒道光那边公寓比较密集，商业配套也多，不开车也能满足生活所需。丹绒无雅这边沿着主干道也有不少高层公寓，但商业就少很多。一旦往社区里面走，房型就以地屋为主，整体氛围更安静、更居家。这里没有大型商场，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小区型商业中心。比较热闹的两个点，一个是 Alila 2和 Alila Horizon 这一带的餐饮区，就是现在镜头里边看到的这一区。另一个是丹绒无雅巴萨周边的美食和休闲区，所以整体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安宁、舒服、有点世外桃源般的社区。无雅一直是我们很喜欢的区域，不过住在这里有一个实际问题，买菜的话离 Lotus 超市有点远。如果想日常买菜方便的话，最好住在靠近丹绒无雅巴萨的社区。我们之前特意在附近找过房子，结果发现能步行到巴萨的小区大多年份比较久，而我们比较喜欢新一些的公寓，设施也更现代一些。这样的话，付出的代价就是日常生活可能会有些不太方便。这就是丹绒无雅巴萨。丁字路口的道路尽头就是今天说的新楼盘施工现场了。显然从地理位置上来说，真的是离巴萨超级近。这是巴萨马路对面的一个小型生活配套广场。餐饮门店不算多，停车位置倒是有不少。左边公寓的底楼也有一些餐饮和药房之类的社区配套。了解了周边环境，接着去展示厅看一下。公寓一侧面山，一侧面海，总共360套房，预计2028年建成。同样也是分 A 栋和 B 栋，通过车库和设施层相连。车库有7层，最高39层楼。这是一个大户型的公寓，面积从1334方尺到2195方尺不等，共有10种房型可以选择。1334方尺是3房2卫没有阳台的户型，1636方尺是3房3卫有阳台的角间户型，
最大的2195方尺的则是4房3卫，有阳台，也是角间户型。一层楼面6户人家，配备了5部电梯。设施层在8楼，游泳池、水疗池、室内健身房、户外健身房、BBQ 区域、瑜伽室、游戏室、空中花园等等。新建的公寓在设施层的安排上一般都会优于老公寓。这是1334方尺3房2卫户型的样板间。进门是餐厅和客厅区域。餐厅旁边是一个开放式厨房。先人说交房时厨房这块是装修好的，而厨房里的家电如冰箱、微波炉、烤箱、油烟机、电磁灶这些也是配置好的。餐厅这边有扇房门，通往鸭的区域。客厅左边这扇门进去就是主卧。步入式衣橱和主卧卫生间。交房的时候，壁橱和卫生间也是装修好的。卫生间干湿分离，用玻璃门隔断，设计上和 Tamarin 类似。这是客厅另一侧的2个房间，共用1个卫生间。交房的时候，空调也是配齐的。像这样1334方尺的最便宜的户型，售价107万令吉。再看一个2152方尺的角间房型。进门入口处是一个不小的储物间。这是餐厅、客厅区域和 L 型一体式开放厨房。厨房间的这扇门通往鸭的区域。这是其中的一间客卫。这是一间卧室。从这里可以看到，它和另一间卧室共享1个卫生间。这间是主卧。有步入式衣橱。浴室内配备了一个浴缸。
最后看一下阳台。今天的看房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有任何问题欢迎评论区留言。我是 80s Easy Life Vlog， 谢谢你的耐心观看，下次我还会在这里继续和你分享我们在槟城的生活点滴。